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苹果手机上回复安卓手机收到的信息了。然后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小米的超级岛，它是可以同时支持3个应用在岛上显示。看一下哔哩哔哩最近我看了哪些视频，小爱直接能够理解我们现在说的话啦，并且帮咱们操作。任务完成。好，我是云飞。看到这个开头，你应该就明白了，小米的澎湃 OS 3它准备来了。我们今天直接带你们看看到底升级了啥，有哪些新的功能。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大版本更新是真的诚意满满的啊！苹果的联动功能很离谱，很神奇。小爱的进化也是真正有种赛博贾维斯的感觉了，真的能帮你搞定一些复杂的事情。那我们点收藏、转发给你的小米朋友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期视频我会简单分成基础体验的升级、软件的进化以及互联的变革这3个大板块，信息量拉满。未来你升级澎湃3的时候，只会比我演示的更强。那我们先来第一个篇章，那就是基础体验的升级。我的小米15 Ultra 和小米15都升级了澎湃3，一上手第一感知出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点它都不一样了，控制中心变了，然后一些动画有了更完美的展现，那就让我们仔细来瞧瞧。状态栏图标是全部重绘了，然后展现出来的颜色是非常丰富了，整体的风格就更扁平，然后也更高饱和。这点做的好处就是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对应开启的功能，然后相对应的就有种活力满满的感觉。再就是动画的细节它更丰富了，目前长按控制中心的卡片在放大之后它还会回缩一点，很细节。然后对于桌面的一些操作，比如说下滑搜索，之前的动画和呈现的效果是不太理想的，而现在这个动画呈现就很丝滑很 nice。之前我这个功能都是关的，现在是可以开起来了。然后在负一屏进入最近任务栏的动画这次也加上了，算是小修小补了一下。在设置方面有一些设置的名字它是改了，写的更人化了，就整体会更方便理解。比如互联互通改成了设备互联，在底部新增加了未成年人模式，可以远程守护，可以本地守护，就是之前的家人守护的一个升级版，但远程守护需要都是 3.0 的设备才可以开启。在基础体验方面，比起之前的澎湃2确实有很多细节上的提升，但目前的内测版本负一屏第一次进入的时候还是有点卡，不过后面会修复，就非得留点东西证明一下咱是纯血澎湃呗。然后一些更细节上的东西，就比如应用的开启速度、渲染的占用，这次澎湃3都有提升。具体的实现路径就是提高 SOC 的执行能效，简单来说就是指令数有优化，做同样的事情。OS3 的 CPU 占用它会更低，给我个人感觉就是打王者的帧数更稳，窗口动画的稳定性也大大提升，你会觉得手机它更流畅了。这个具体的可以去看别的大佬的一个解析。我其实是更想和大家分享后面2大板块的内容，毕竟第一个是基础，后面的才是大招。首先是软件方面，我们先来讲一些小修改、小升级。一个是系统软件，小米在搞一镜到底的设计，也就是可以一直点开，返回的操作也是有逻辑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历，它是有了4个视图，之前是3个，然后我们从年切换到月，然后再到具体的日期，是这样循序渐进一直打开的，反之亦然。但周和日的界面目前是没有。另一个就是相册，它同样也是在界面做了调整。之前我们是可以置顶一些相册嘛，但是都是往后滑动的，但现在它给了我们双列的排版，更加实用了，这点挺好。相册界面至少是可以适配到不同人群的一个喜好了。然后相册它也有一镜到底的设计，动画也更细节。然后就是现在的相册大模型，它更智能了，可以支持一些模糊搜索，比如几几年在哪，比如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，就都可以更直接的使用相册直接搜索找到，这是很强的一个点。只需要等待相册的本地分析完就可以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图片很多的话，这个速度它不会很快，所以需要等待1-2天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另一个改变是我们的个性化锁屏，这个功能大家用的很多，也有很多人希望有更好的动漫抠图景深效果，所以这次小米新增了不少锁屏的样式，且优化了动漫景深效果。然后在这里面增加了 AI 动态的壁纸风格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效果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的感觉，然后我们点击景深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。以上是一些小的改版、小的升级，不算太大。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超级升级了。第一个是小米的超级岛。
小米上岛了，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你别说，这个动画流畅度是真的拉满的，而且实用性很强。它不仅可以同时3个应用同时上岛，在一些 APP 里面，我们点击岛上的卡片，它也会以小串的形式出现。对于临时看一下信息来说，不会打断现在的应用，这点是比其他品牌的岛它做的更细节，这点很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小米超级岛的各种具体的展现。然后像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顶部一台，这个是当前在连接的 WiFi，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，那这是咱们的车子，然后像气候发生了变化，它这边也会直接弹窗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，现在的这个界面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3个，然后我们双击一下，哎，你看它这里会有这样一个提示，一个是预计什么时候到达，然后热点连接有一台，然后这一个提醒，它在息屏界面这3个它也是有的。然后澎湃3它不是直接能显示3个岛吗？3个岛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切换的这个感觉。而得到史诗升级的肯定是咱的小爱，一方面是交互的动画它变了，然后全屏它也有侧边的工具栏了，而且除了此前添加图片文件，现在可以直接在图片界面把图片分享给小爱，也可以在文件界面直接分享文件给小爱，这是真的爽呀！直接就得到了一个打通了系统应用的小爱，像是在整理文档和照片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给他们分析解释，确实是可以帮上我们的忙，这点很香。但更香的是，它现在的小爱建议，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里面，我们点击了小爱按键，它会根据目前的场景直接给出对应的建议，比如文章场景它就是一个摘要，地图场景它就是导航的推荐。现在的软件更新的日新月异，别说父母那一辈，我偶尔也会遇到不会使用的 APP， 理解不了。那小爱最绝的一点，它来了，它直接就来了个超级智能，它比你还懂你的手机设置。我们可以来演示几个场景，你就知道了。就比如说我的哔哩哔哩最近看了哪些视频，看看排行榜，打开网易云听喜欢的歌曲，这些它都能够非常准确的给你搞定。而且在放歌这一块，它甚至比我自己按的还要快。澎湃3小爱这一块确实就非常的给力。看一下哔哩哔哩最近我看了哪些视频。任务完成。那就是这样。看一下哔哩哔哩现在的排行榜。看一下哔哩哔哩现在的热门视频。任务完成。打开网易云播放我最近喜欢听的歌曲。好的。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。而另一个系统的 AI 功能，我觉得它是回归，就是我们复制地址或者单号，它会自动的弹出来导航，或者说查询单号信息，这是我们之前就有的，总算是回来了。当然，这是还有了支付宝的蚂蚁森林识别，算是个小升级吧。这一波应用的进化是不是非常的给力？澎湃 OS3可以期待起来了。那么最后一个板块，其实是小米卖车的一个延伸啊，这次又开始强兼容苹果了。而且这次的兼容不是说软件简简单单兼容传个文件，而是从 Mac 到 iPhone 到 iPad 全面全量的兼容支持。说实在的 ，PC 端都没有这么用心的对待啊。那么我们就来实际的看看它到底好在哪，有哪些神奇的跨平台的、跨生态的一个联动。首先就是我们的手机和 iPhone， 我们这里用 iPhone 13 mini 来做演示，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苹果上面开启我们小米15 Ultra 的热点，可以直接响铃查找，也可以直接通知同步。我来给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苹果13它是直接登录了咱们这个小米互联服务，
然后在这边选择的连接的是我们的小米15。那像这个响铃查找，那很方便就可以开。然后启用热点，那这里点了，这里直接就可以加入。这个不管是在局域网还是在外面，我试过，实际试过，确实是很可以，就直接可以达到这个程度，就确实很棒。然后我们直接关闭热点，也是可以直接操作咱们小米15上面的一个东西，确实就很厉害啊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通知同步。这个通知同步，我个人觉得是很离谱啊。就比如通知同步是需要我们，比如说咱们这个小米15是熄屏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它也可以熄屏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比如说我们发个表情，那这里就直接同步了，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。那面容 ID 打开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苹果13 mini 去回复我们的这个信息。你看，然后小米15这边就是一个正在使用这个妙想桌面，这个流畅度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快的啊，这是它的一个应用层面。当然，直接使用小米手机上的微信和 QQ， 它也不在话下。我来给大家演示这个微信的使用啊，就比如说我们切换到小米15 Ultra， 就是这边，我们在这边点击微信，咱们小米手机的这个微信就直接在我们的 iPhone 上面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点击拍摄，你会发现奇妙的联动又开始了，就是直接是我们小米手机的一个拍照，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切换我们的摄像头，切换到前置，这个还是非常奇妙的啊。这样子我们的小米手机在局域网的其他地方，就比如说房间内的其他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iPhone 来进行回复，然后进行操作。而且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我们手机锁屏了之后，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操作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那个 Face ID 的一个授权，然后就算我们不在里面，就这样断开了。断开你看一下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小米15 Ultra 收到了信息的话，咱这里也会直接弹，你看这直接就可以点击进入。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联动啊，真的很棒。然后 QQ 也是同理，就基本上一样，但我这个上面没有安装。然后这里再需要讲一下啊，就是这个通知同步，我们是可以把这个通知同步这些东西都开起来之后，像电话、短信、微信都可以直接同步到 iPhone 上面。像这些信息，电话的信息都可以看到，短信的信息也可以看到，然后微信可以直接回复，这是真的很棒啊。那么传文件就是基础操作，这里就不演示。但是它在传文件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非常骚的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它可以连这个微信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在苹果手机上拍摄的照片也可以直接发了。那你看这里是 OK 的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小米互联服务，我们选择它，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，比如说咱们小米15的微信联系人，然后使用面容 ID， 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发了。直接发苹果手机、苹果设备里面的照片，香不香？而另一个让我惊喜的是，之前小米云服务的小米云相册同步，它终于又回来了。我们可以直接把苹果拍摄内容传到我们的小米云相册了，而且通过这个小米互联，我们还可以做到直接在苹果的相册里面发送图片，用我的小米手机登录的微信，这应该是目前的独一档。
像这些功能，苹果和小米双持的用户看到是不是狂喜？之前我就苦恼在苹果手机上登录各种 APP， 它很繁琐，还要2部手机都拿在手里。现在好了，直接苹果局域网连上就可以搞定，太香了啊！小米团队里面绝对有不少双持的用户，它真的很棒。那么 Mac 呢？此前就有了传文件，已经很香了，还有啥功能呢？你别说，这次直接应用流转都给 Mac 整上了。我们 PC 还需要折腾，这 Mac 直接下个软件就一步搞定，而且还不仅仅是这样。有的软件它自己支持横屏的，它在这个流转里面它也支持横屏，流畅度这一块它也是拉满了，真就和 Mac 自己的应用一样。这下谁还说就镜像个手机屏幕没啥用？然后像热点和查找手机它也都是有的，发文件它也依然在，就是拖动文件发送的位置它换到了这个状态栏，更符合实际的操作习惯。iPad 我这只有很老的版本，17年的 Pro， 但依然是可以使用的，就是镜像手机的界面。不过因为设备老，就稍微卡了点，这不是我米的问题啊。镜像手机界面，那这里会有一个输入允许。难想象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。这个女游子刚到美国，我留学在中这里看不惯，就极简。这张也太好了。我们整体看起来，澎湃 OS 3就确实是一波诚意更新，基础的体验层面、控制中心、动画、设置、命名等细节都做了打磨，让系统操作更加丝滑、更直观。软件功能上，小米超级岛、小爱的全面进化，以及相册、锁屏、日历等细节优化，基本上把日常体验提升了一个层次。最炸裂的还是互联生态，从小米到苹果的跨平台联动、通知同步、热点共享、云相册回归，甚至应用流转到 Mac， 都让双持用户直接狂喜。一句话总结，澎湃 OS 3皮薄馅大，把技术体验抠到细节，把智能体验推到极致，还把互联生态做到跨阵营破壁。这波小米把诚意写在了系统里面。你们还有什么好奇的点都可以留言，我可以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解答，或许也可以再出一个视频聊一聊。期待我们的正式版更新。咱这只是一个 OS 3的前瞻版本分享，肯定不是 OS 3的全部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讨论，看有啥地方需要改进，有啥功能需要添加，万一小米采纳了呢？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你提前了解澎湃 OS 3。最后，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那我们下视频再见。